She was in the car sleeping. She's unresponsive. Okay. And who is she? Please. Who My is she? daughter. My daughter. Please. And this was out in the driveway? Yes. Is she still breathing? No, she's not breathing right now. Okay, we need to start CPR right now. Yes, we are. We're starting CPR, yes.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亚利桑那州马拉纳小镇的气温攀升至华氏109度。在西普顿法院5100街区一栋漂亮的房子前，一辆蓝色讴歌 SUV 静静地停在车道上，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车身。车内，一个刚满2岁的小女孩正在后座的安全座椅上沉睡，粉色的小裙子在烈日下显得格外刺眼。大家好，我是小小，欢迎来到24探案。帕克·舒尔茨出生于2021年10月，是亚利桑那州马拉纳一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马拉纳位于图森以北，是一个宁静的社区。帕克的父母是克里斯托弗·舒尔茨和埃丽卡·舒尔茨，他们从2012年10月开始交往，婚后育有3个女儿。帕克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的2个姐姐分别是7岁和3岁。帕克是一个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她喜欢画画、涂色和捏雕塑，特别喜欢动物，对她的姐姐们更是崇拜有加。舒尔茨一家给外界留下了幸福美满的印象。埃丽卡毕业于亚利桑那大学，是一名在图森班纳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麻醉师，这是一家位于亚利桑那大学校园内的急症教学医院。克里斯托弗也曾就读于亚利桑那大学，主修生物化学，但在37岁时他没有工作，承担了照顾3个女儿和家庭的责任。家里生活优渥，拥有漂亮的房子、好车，经常外出旅行，看似是一个模范家庭。然而表面的和谐掩盖了家庭内部的裂痕。克里斯托弗有一个16岁的女儿，来自他之前的关系。这个女孩在5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之后因法院的监护令与克里斯托弗和埃丽卡一起生活了4年。她后来描述这段时光为噩梦，称克里斯托弗不负责任，甚至曾让他在车内待过4到5小时，期间他需要不断重启汽车以保持空调运行。2021年，由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的介入，克里斯托弗失去了对这个大女儿的监护权。这些早期的线索已经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2024年7月9日，对舒尔茨一家来说，原本只是平凡的一天。这天早上，帕克的2个姐姐被邻居带去蹦床公园玩耍，家中只有2岁的帕克由父亲克里斯托弗照顾。克里斯托弗试图通过电话预约医生未果，于是决定带着帕克开车前往医生办公室。在返回的路上，他先后停在了西双丰路的一家便利店和北托尼戴尔路的一家杂货店。克里斯托弗在中午12点07分至12点10分期间进入便利店，走向啤酒冷藏柜，拿了3罐啤酒。他进入洗手间待了几分钟，出来时手里的啤酒数量减少，且没有为任何啤酒付款。警方无法确认他是否在洗手间内饮用了啤酒。接着，他在12点40分进入杂货店，独自在店内停留了7分钟，购买了2罐沙沙酱、玉米饼、薯片和生菜，但监控显示他又偷了2罐啤酒。值得注意的是，这2次停留中，没有人看到帕克或他的姐姐们进入商店，这意味着小帕克很可能独自被留在车内。中午12点53分，克里斯托弗驾驶蓝色讴歌 SUV 回到位于西普顿法院5100街区的家门口。平时他会将车停进车库，但那天车库里堆满了健身器材，他只能停在车道上。此时帕克已经在后座的车座上睡着了。由于他通常在这个时间小睡，克里斯托弗决定不打扰他，声称留下空调运行，让他在车内继续睡觉。随后他带着2个姐姐进屋，姐姐们吃了午餐并安静地玩耍，而他则忙于自己的事务。克里斯托弗后来对警方称，他认为帕克在车内只待了30到45分钟，且他曾出去检查过，空调仍在运行。然而邻居的监控录像显示，他直到妻子埃丽卡下班回家前都没有再次检查车辆。从12点53分到下午4点08分，帕克被独自留在车内，
暴露在亚利桑那夏日的烈日下超过3小时。讴歌车型有一个安全功能，车辆怠速30分钟后会自动关闭所有系统，包括空调。克里斯托弗承认他知道这一功能，因为他过去有过类似经历。下午4点08分，35岁的埃丽卡下班回到家，询问丈夫帕克在哪里。克里斯托弗起初说不知道，两人搜遍了房子后，他才想起帕克还在车里。他们冲到车道，发现2岁的帕克瘫在车座上，毫无反应。车外温度高达109华氏度，约43摄氏度，车内温度可能更高，因为车辆停在阳光直射处，帕克的车座位于驾驶员侧，直接承受烈日炙烤。埃丽卡立即拨打911，警方执法记录捕捉到克里斯托弗的绝望。Get a statement from you about what happened, what's been going on. Obviously, I know this isn't easy for you. Okay, it's not easy for anyone around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keep you updated with everything we hear. Do you want to sit down somewhere? Where would you be most comfortable? Sure, like... You want me to refill this for you? Can I sit? Is that all right? I'm sorry this is all going on. We always park that car in the garage usually, but I just got a Peloton recently, and the Peloton is in the garage now, so that's why it's not even in the garage. But And how long was she sleeping in the car out there? I want to say it was no more than 30, 45 minutes, and I don't think the air was off that entire time. I think there was a time in between. I had checked on her last, it was still running, she was still sleeping, and then when I went back out. 7月9日当天，警方将舒尔茨家视为可能的犯罪现场，获得搜查令，扣押了涉案的讴歌 SUV。警方还收缴了多项物品，包括一台游戏机、一个车座、一台苹果电脑及其充电线、一部 iPhone、一件粉色花裙和一双粉色凉鞋。这些物品可能为调查提供线索，尤其是电子设备，可能包含关键的通信或活动记录。邻居的监控录像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录像显示，克里斯托弗在12点53分回到家，而不是他声称的2点30分。这意味着帕克在高温车内被困了超过3小时，而非30到45分钟。更重要的是，录像显示克里斯托弗在埃丽卡回家前从未外出检查车辆，与他的说法直接矛盾。警方分别采访了家中5岁和9岁的2个姐姐，2个孩子透露，父亲经常将他们独自留在车内，有时直到他们大声尖叫才引起注意。其中一个女孩说，克里斯托弗在7月9日进屋前就关闭了汽车空调，这与他的空调一直开着的说法不符。他还估计父亲至少59次将他们留在车内。孩子们还提到，母亲经常因父亲的错误行为，如过量饮酒而生气。警方检查了克里斯托弗的手机，发现了埃丽卡在帕克被送往医院途中发来的短信，我告诉过你不要把他们留在车里，我说了多少次了。他接着写道，我们失去了他，他是完美的。克里斯托弗回复，宝贝，对不起，我怎么能这样，我杀了我们的宝贝，这不是真的。更早的短信揭示了克里斯托弗的长期问题。3月11日，埃丽卡写道，你没有证明你能停止危害女孩或对我不好，昨天你还醉酒开车，带着2个未成年人，我3年来一直在让你减少喝酒，反而更糟。3月21日，他质问，为什么你车里有酒精，还带着宝宝开到138英里每小时？克里斯托弗回应，你恨我，他睡着了，没事。这些信息显示，埃丽卡早已知道丈夫的危险行为，包括醉驾、超速和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调查进一步揭示了7月9日克里斯托弗的真实行为。回到家后，从下午2点02分到2点30分，他浏览了男装网站，还访问了一个成人网站，完全没有关注车内的帕克。便利店和杂货店的监控还显示，他2次偷窃啤酒，行为令人不安。克里斯托弗16岁的大女儿也接受了警方采访，她对帕克的悲剧并不感到意外，称父亲过去常把他留在车内，最长达4到5小时，他需要不断重启汽车保持空调。他描述与克里斯托弗和埃丽卡生活的4年为噩梦，甚至在2021年试图结束自己的存在。之后，儿童保护服务介入，终止了克里斯托弗的监护权。
邻居们也描绘了克里斯托弗的不负责任形象。有人提到，一个孩子曾穿着尿布独自在街上徘徊，不知如何回家。这些证词进一步动摇了舒尔茨家庭完美的外表。警方最初将帕克的死视为一场悲惨的意外，但随着证据的积累，案件性质发生了变化。关键邻居监控证明，克里斯托弗在12点53分到家，而非2点30分。帕克在车内超过3小时，且他未检查车辆。克里斯托弗知道讴歌 SUV 会在30分钟后自动关闭空调，却未采取措施。孩子们的证词证实，他进屋前就关了车。短信、孩子和前任的证词显示，克里斯托弗长期将孩子留在车内，醉驾、超速。埃丽卡对此知情却未阻止。克里斯托弗试图隐瞒帕克在车内的时间，谎称检查过他，显示他有意掩盖事实。7月12日，警方以2级谋杀和不当对待儿童的罪名逮捕了37岁的克里斯托弗·舒尔茨。逮捕时，他跪地反复喊不，情绪崩溃。埃丽卡轻抚他的背，试图安慰。8月1日，大陪审团将指控升级为1级谋杀和不当对待儿童。1级谋杀需证明预谋和故意，这表明检方认为克里斯托弗明知风险，却故意将帕克留在致命环境中。7月12日逮捕当天，克里斯托弗出庭，垂头丧气，保持沉默。埃丽卡令人意外地为丈夫求情，没有人比我的2个女儿和克里斯托弗更明白这场悲剧的严重性。我们不仅要为女儿悲伤，还可能失去他们的父亲，这是一场大错，不代表他的为人。请让他回家，和我们一起悼念女儿，共同度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他强调，克里斯托弗是社区支柱，孩子的主要看护者，并表示已请长假在家照顾孩子。辩方指出，克里斯托弗没有重大犯罪记录，15年前的酒驾是唯一污点，此类事件不太可能重演，不构成社区威胁。法官同意释放他接受审前服务监督，无需缴纳保释金，但条件严格，禁止持有或饮酒，接受审前服务指定的监控或治疗，最重要的是，禁止与未成年人单独接触。法官明确警告，如果你妻子上班，你不能独自在家带孩子。8月1日，大陪审团将指控升级为1级谋杀和不当对待儿童，克里斯托弗否认所有指控。2024年11月的听证会上，双方讨论了认罪协议细节和披露要求。检方和辩方估计审判需8至10天，将由12人陪审团审理，计划于2025年9月开庭。视频显示，克里斯托弗在法庭上显得平静，与7月时的颤抖形成对比。帕克·舒尔茨的悲剧令人心痛，也引发了深刻反思。克里斯托弗的行为无疑是灾难的直接原因。他明知汽车空调会自动关闭，却将2岁的帕克留在烈日下的车内超过3小时，期间忙于整理食物、玩游戏、浏览服装和成人网站，完全忽视了女儿。他的谎言声称只留了30到45分钟，并检查过他，显示出掩盖意图。加之他长期将孩子留在车内，醉驾、超速和偷窃啤酒，表明他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看护者。1级谋杀指控是否合理？检方认为他的行为有预谋性，因为他清楚风险却选择无视，但也有人质疑，如此严厉的指控是否公平？毕竟这可能是一场极端的疏忽，而非故意杀害。埃丽卡的责任也不容忽视。短信显示，他多次警告克里斯托弗不要将孩子留在车内，知晓他的酗酒和危险行为，却仍让他独自照顾3个女孩。她在法庭上为丈夫辩护，称这是大错，但她的纵容是否也构成了疏忽？尽管她是一名专业医生，在紧急时刻尽力抢救帕克，但她的沉默和信任或许间接促成了悲剧。更广泛的看，这起案件反映了社会问题。2024年，美国有39名儿童因被遗忘在车内而死于热中风，比2023年多了10人，接近30年平均值37人。40%的父母未被指控，获罪者多被判为不当对待儿童、疏忽或过失杀人。这提醒我们，公众意识和预防措施亟待加强。汽车制造商的安全功能虽有帮助，但家长教育和监督才是关键。帕克的死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他的姐姐们失去了妹妹，家庭支离破碎。
克里斯托弗的审判将于2025年9月举行，我们希望小帕克能得到应有的正义。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因爱画画、爱动物和爱姐姐的纯真而闪光。愿他安息。